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婚后老公家暴，我1个月住了3次院，终于我忍无可忍，报名学习了泰拳格斗。此后老公家暴我就和他真人线下快打。1个月后，老公鼻青脸肿，要去派出所报案。警察看了看他说，夫妻间小打小闹的，多大点事儿。结婚之前我一直深信不疑，陈正是一个温柔暖男。冬天我洗衣服手冷，会心疼地朝着我冻红的手呵气。夏天厨房做饭太热，他会跟我在一旁给我摇摇扇子。我做的菜他总是赞不绝口。结婚后他摊牌了，那一点虚伪的关心都没了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廉价的情绪价值是这男人唯一能够提供的东西。无论我在厨房里怎么满头大汗的忙活，他也只像个大爷一样坐在沙发上刷短视频。饭好了，只等我把碗筷搬上桌，他就吃个现成的。甜言蜜语变成了妄想，他边吃着，嘴里还要挑3拣4。这肉炖得有点老，不行，这青菜炒得太咸了。他吧唧着嘴，吐了一口混杂着米饭嚼烂的肉在桌上。我看不下去，说了一句，吃着饭呢，怪恶心的，嫌我饭菜不合胃口，你怎么不自己做去？我只当抱怨一声，没想到他把筷子一甩，夺过我的饭碗砸在我身上。你说什么？现在敢嫌弃我了？家里你不做饭，还谁做饭？你在家不做饭，娶你有个屁用啊！我呆愣了好久，看我碗里的半碗饭混着肉汁倒翻在我的衣服和头发上，又油又脏。我以为是天气太热，他性格急躁，或是这段时间工作不顺，没想到他只是从此刻起做回了他自己。那天他朝我在饭桌上发火后，便时时对我拳打脚踢。他说的话我不能反驳，反抗就是一巴掌。最可怕的是他应酬回来，醉醺醺的，进门把包一扔，就要朝我上身撒气。他妈的，当个老板觉得自己拽上天了。他找到在房间熟睡的我，一把抓起我的头发，就把我头往墙上撞。我晕晕乎乎的，以为是阎王索命来了。他骂的口水星子到处都是。老子迟早当上老板，让这个狗娘养的东西给老子舔鞋。妈的，看不上老子，还要老子挨个陪酒，没钱点个陪酒小姐是吧？妈的，羞辱老子了不起了是吧？他越说越激动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因为酒精充血发红。他掐着我的脖子，就为了养你这个臭婊子，老子出去到处受气。婊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被掐到险些窒息，眼睛被打肿了，短暂性失明，头也被锤到脑震荡，像一只猪头似的，大半夜被送到医院。就因为在他暴打我的时候说了一句垃圾，就会打我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你别让我活下来，不然我一定杀了你。在医院的日子，身边只有妹妹陪我，我爸妈忙着他们的宝贝儿子上学，拼了命打工，背着房贷送我弟上了私立中学。我和我妹从来也不向爸妈要求什么，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会给。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姐俩以后是要靠夫家过日子的，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才是出路。我妹在病床边看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，问我，姐，嫁人是出路吗？我指了指自己骨折的眼眶，你看这像出路吗？她摇摇头。我对她说，看看你姐现在这样，以前也是瞎了眼，没看出那男人就是个畜生。我妹握着我的手劝我，姐，那你和他离婚吧。我说不要，这种男人不能再流入市场了，况且现在和他离婚太便宜他了。
受过的委屈我必须亲手讨回来。家附近有一家泰拳格斗馆，我毫不犹豫地联系了出院后的课程学习。挨打没有出路，对打才是王道。我发现我在搏击运动上有一定的天赋。学习泰拳一段时间后，我的身体素质日渐良好。每次我都把那脚把想象成我老公的头，然后狠狠地踹过去。拿把的搭档常常吃不住我的力，被我隔把踹倒在地。虽然很抱歉，但我心里很开心，学的东西终于开始发挥作用。一天上完晚课到家，时间较平常有些晚了。陈正坐在沙发上，一脸阴沉。去哪儿了？他眼睛看着电视，问的语气满是不快。我当作没听见，转身进厨房准备晚餐。我他妈问你呢，你下班不回家，去哪儿了？这一遍声音更大了，吼着脏话。人也起身来厨房了，我依旧没说话，拿起菜刀在砧板上切着猪肉。他听见我剁肉的声音，直直冲进了厨房。你是聋了还是装婊子呢？在这挑衅我呢？一天不打你，你是不是浑身难受啊？贱人！他抡着拳头就要朝我脸上砸，张牙舞爪的。只是这一次倒地的人是他，我反身一脚横挂在他脸上，借助惯性发挥了更多的力道。他头中我一脚，直接晕了过去，应该一会儿就爬起来了。我没管他，用脚把他往旁边挪了挪，继续切猪肉。晚饭煮好了，地上那头死猪也缓缓醒了过来。我给自己盛好了饭，上桌自顾自吃起来。他捂着脑袋，拍着桌子大叫道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，叶明？我问你话呢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他妈敢打我了！”我不紧不慢吃下一口饭，伸拳握住他那根指着我的手指，猛地反向压倒。他立马和猴一样叫起来，今非昔比。如今我的握力足以把他的手指掰断，再敢和我这么说话，小心脸被我抽肿。我冷冷道：“他吼得大声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”我反手抽了他一巴掌，估计能把他脑瓜子抽嗡嗡的。他捂着脸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不紧不慢夹起一块肉，说道：“怎么了？就还你一巴掌而已，你别忘了，你送我多少次巴掌、拳头，你好好等着，我会慢慢还你。”他被我冷静阴狠的话吓了一跳，饭都不敢吃，拿起外套逃出了家。没想到比我老公先到家的是我爸的电话，一接起来就听我妈在电话那头吼：“叶明，你出息了呀，你都敢对你老公动手了呀，你婆婆跟我和你爸都说了，骂得多难听，你知道吗？你嫁到他家做他家媳妇，怎么不安分守己？”我就妈，你知道陈正把我打进医院3次了吗？我再不还手，我就被他打死了。放屁！陈正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打你？我看就是因为你一天到晚数落人家。我爸夺过了手机，对我说：“以前你在家得听我的，现在你嫁给别人就得听丈夫的。”我说：“爸，你说话能别那么恶心吗？我为啥一天到晚都要听别人的？”我爸吼道：“畜生，怎么和你爸说话的？你根本不配教育我。你从小到大就在我面前唠叨，生了个女儿就是赔钱货。我上学的学费都是自己打工攒的，我结婚也没要家里1分钱。你们家里少了一个人吃饭，觉得轻松不少吧？既然我已经嫁到别人家，那我和我老公之间的事就是我自己的家事，外人少来多管闲事。”我挂断电话，爸妈再想给我打，我也只当没听见。过一会儿，微信上接连几条不堪入目的辱骂，还有我爸说的“行，那我们断绝父女关系”，我回了句“行”，还有我妈的也顺便断一下。发完拉黑屏蔽，一键删除。有些女孩子出生就像是给父母还债的，我就是
只是现在我也还够了。陈正一晚上没回家，我打了几个电话，他不接，我就打给他妈。你儿子呢？他妈一股尖酸味在电话那头说道：你还有脸打电话给我？自己男人都管不住，就你丢得起这个脸？我也毫不客气。是啊，婆婆，不愧是过来人有经验，骂人也这么独到。不知道是谁没管住自己老公出轨，现在还是孤寡老人家一个呢。你婆婆在那头气得说不出话，明明自己经历过被丈夫背叛的事，却能把这件事作为攻击别的女性的筹码，无耻！我继续说道：没关系，有本事就让她一辈子别回来。你这恶女人，当初我就不同意阿正娶你进门，是你非要嫁进来的。我说，那可是你的问题了，怎么没提前告诉我你儿子好吃懒做，还喜欢家暴呢？要早知道这么晦气，鬼才愿意嫁给你儿子。说着说着，我那爱家暴的老公就回来了，脸红彤彤的，像是一夜酒还没醒，身上是廉价刺鼻的香水味。去哪儿了？我和之前他质问我一样问他，他没好气道：我他妈去哪儿关你屁事？我站起来逼近他，又问了一遍：我问你，昨晚没回家，去哪儿了？他往后退了2步，脖子缩着，嘴硬得很。怎么了？家里有个母老虎，我出去在酒店舒服舒服，怎么了？你管我？我笑着说道：没怎么，当然可以了，老公。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子，捏起一块口红的蜡字对他说：但是让我看见这种东西，我心情很不好啊！妈的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！你这个疯女人！他做事就要打我，我一使劲，连衣带人把他砸向地面，一脚踩上他胸脯，给了他几拳。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用拳头跟我交流吗？我现在也换成你喜欢的这种方式，一拳砸在左脸，一巴掌甩在右脸。我说，你妈说是我当初非要嫁给你的，你看我以前多爱你啊，但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掰正他的脸朝向我，他眼睛已经睁不开了。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一次次踹我的肚子，害得我这辈子没有生育能力。你妈天天嘲讽我是不会下蛋的鸡。我拽起她的头发，拍着她的脸说道：你欠我的，你自己心里要清楚。好笑的是，我这个一直以来被家暴的女人还没报警，她先去报警了。警察来家里问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做饭。有什么事情吗？警察同志。我解开身上的围裙，请警察进来坐。警察同志看着我的脸，显得有话说不出。是这样啊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丈夫说你家暴他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看见龟缩在警察后面的陈正，心里不禁发笑。我招呼他先坐下，自己去房间里取了这几年我大大小小的伤情鉴定，严重的3次入院记录，手机相册里我的伤口图片。警察同志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会家暴我老公呢？我把相册递给他看，您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夫妻日常，我以前受过的伤。别提了，都在土里。那个警察看着一些血肉模糊的口子，大片的淤青，陷入了沉思。陈正一看警察不断翻看着相册和医院记录，慌忙拉着他狡辩道：警察同志，你别相信他，这些都是他自己弄的，不关我的事。他打我才是真的。他指着自己脸上的一片红肿，诺，你看，就在这儿，他昨天刚打的。他好意思说这些伤我是自己不小心磕碰的。我上前装作关心他的样子，哟，老公，你这是在哪儿不小心磕着了？我给你上点药好吗？他碰到我的手像是触了电，忙往警察身后躲。警察同志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，他用异样的眼光盯着陈正，嘱咐我们夫妻俩要和睦相处，不要因为生活中的小事就起摩擦。
摩擦多了伤感情啊。我点着头表示附和。只有陈正一脸绝望地看着警察远去的背影。其实我还是很讲道理的一个人，日子也不是每天都在打打杀杀。在泰拳机构的课程上完后，我还办了张健身房和拳馆的卡。渣男老公发现，只要自己不作死，我也不会故意找他麻烦。于是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的过着这烂日子。我妹不止一次问我，为什么不和这种人离婚？在一起不膈应吗？我说膈应是膈应，但我是个好人。既然我有能力了，我是不会让这种畜生再流入市场的。我妹夸我仗义的有些夸张。我说，反正我也懒得再相信一个新男人了，老的这个修理修理还能用。只是我那好婆婆不安生，上次电话还没挂断，她也许听到了我教育她儿子的场面，说什么都要搬到我家住。有天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发现她正躺在我的沙发上，嗑着瓜子看电视。我说，谁允许你住这儿的？她不屑说道，这是我儿子家，我想住就住。我不接受道，不行，这房子我和你儿子一人出一半买的，我不同意，你就不能住在这儿。他把手里瓜子壳一甩，我是你妈，你敢赶我走吗？我没有搭话，转身进了客房，把他放在衣柜里的衣服都扒了出来，准备打包扔出去。但这时我瞥见他在床头充电的手机有一条消息，老年字体大的离谱，我不能不注意到。儿子，妈，我和韩寒到人民医院了，你也收拾收拾过来吧。我收衣服的手一顿，又给他全塞了回去。这句话让我有种莫名的预感。我说我有事要出门一趟，随即去到了家附近唯一一家人民医院。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，直接按下了妇产科的电梯楼层。我找了个死角，躲着观察排号大厅。不一会儿，就看见我婆婆来到了这里。妈，我们在这。我看着婆婆走向我老公，我老公身边还站着一个女的，小腹微微突出。婆婆喜笑欢颜地走过去，女孩子露出羞涩幸福的微笑，他们好像才是幸福的一家人。我没什么波澜地举起手机，把他们在产科检查的照片清晰地拍了下来。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。知道我老公在外面有了小三和孩子后，我不动声色，暗地里一直在收集证据。婆婆住进我家，除了怕我打她儿子，更像是在监视我，给她儿子做掩护。但其实她晚归这件事，我一点都不会去说她。没有素材，我又怎么能够安排一出好戏？婆婆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，每次输密码都仔仔细细点完6位数字。每次趁她不注意，我就拿过她手机看她微信里的消息。那个叫韩寒的女孩子也在她列表里，每天都在朋友圈炫耀陈正给她买的口红、包包，还有一起去做产检时给陈正拍的背影照，我都一一拍了照片，录了视频。回想这么多年在一起，我从来不向老公讨礼物，他也顺理成章地忽略各种纪念日。有时候我提一嘴某个节日快到了，他先是条件反射，我们都老夫老妻了，过这种节日没必要，还不如出去吃顿好的。可是他也没带我出去吃顿好的，只会给我喂大饼。原来陈正是有心思给女生过纪念日，买礼物，去高级餐厅吃好吃的。我边搜集证据，边联系着靠谱的律师。律师听了我的经历，也是大为震惊。你老公家暴、出轨，还在外面有了孩子，为什么你不考虑离婚，获得更多赔偿呢？我想了想，我是无所谓离不离婚，已经不把他当男人了，只是不希望他再去祸害别的女孩子。不过赔偿的话，尽量还是多搞点。律师也是一位女性，她或许是由衷感叹，
我只能说，姐妹，你配想太妙。只是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是个很麻烦的事情。私生子被认证身份，甚至享有继承权。我觉得是时候把这件事做个了断了。趁婆婆不注意，我拿她手机给陈正和小三都发了消息。我听叶明说，他这几天有工作，来家里吃饭。井号玫瑰，井号咖啡。电梯从18楼下来的时候，直觉告诉我他们已经到家了。于是我不紧不慢地拎着桶油，看着家里的监控。婆婆诧异道：“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”那俩人反问：“不是你喊我们来家里吃饭的吗？”三个人面面相觑。我关上监控，正好到家。哟，大家都在呢。我的及时出现让三个人都吓了一跳，尤其是陈正。叶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觉得好笑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这是我家。我还想问，这小姐是谁呀？我指了指她微微隆起的肚子。不会是你孩子他妈吧？陈正把人往自己身后带了带。我那婆婆也立马上前护了过来。婆婆说：“叶明，我警告你啊，离我大孙子远点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你在说什么糊涂话呀？你是我婆婆，怎么认了外面的野种当孙子啊？”我又转头向那个韩寒说道：“姑娘，你恐怕不太了解我老公吧？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怀孕吗？因为他现在还不爱打你呢。我的子宫就是被他踹坏了，破裂，一辈子生不了孩子了，是吧，老公？”我问陈正：“你神经病啊？别在这儿发疯。”我继续和韩寒说着：“不过你运气好，这男的我已经收拾过了。他现在一打我，我就把他揍得屁滚尿流的，他都不敢回家了。今天正好一起，给我讲讲你们怎么认识的呗？是他点了你的钟啊，还是他像条狗一样在外面浪，被你捡到了？”陈正气疯了，撸起袖子打算和我动手。我手中的油瓶还没放下，肩被他砸了一拳，油瓶摔裂在地板上，顿时漏了一地。陈正顿时像刹不住车的火车，东倒西歪，最后四脚朝天，撞翻了躲在他身后的大肚子。韩寒被油带着甩出了好几步远，大声尖叫起来：“啊，我的肚子，好痛，好痛啊！”我也被陈正打翻在地，离他们好远，但也能看见韩寒大腿根渗出了血迹。婆婆大喊：“哎呦喂，孙子！我的孙子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是会出意外的。”韩寒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，陈正在医院靠椅上沉默地坐着，他妈还在哭天抢地：“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儿媳妇怀不了孕，现在好不容易才有了孙子，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？”周围的人听见瓜的味道，纷纷朝这边聚过来。我真觉得这老太婆是没点脑子，这么直白地喊着自己儿子在外面和小三生孩子，生怕家丑没外扬。我受不了道：“能不能安静点？这是医院。”他像惊醒般冲过来抓住我：“就是你害了我的孙子！”我反驳道：“是你儿子冲过来打我，自己滑倒在地撞翻了那个小三，我可没动手，还被他打倒了。”周围人啧啧着，这老太太可真不像话呀，在原配面前这么说。刚听他自己说这儿媳妇不会生，他儿子就在外面和小三生了一个，这也能是理由？我继续说道：“你儿子家暴出轨，把我打得落下病根，怀不了孕，现在还直接把小三叫到我家里来吃饭，这都是你们的报应。”陈正在一边脸色越来越差。手术室的门开了，医生出来说明了情况，孩子本身还不够稳定，再加上孕妇跌倒，现在已经流产了。陈正他妈哇的一声跌倒在地，不停捶打着他儿子：“阿正啊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孙子让那女人害死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”韩寒躺在病床上被推出来，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。
我跟到病房门口，对着里面说：“我就是来通知你一下，王若涵女士，我老公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钱、买的礼物、转的账，你要么自觉麻利还给我，要么就打官司，证据我都有。”王若涵嘴皮动了动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陈正在旁边正要发火，我就把矛头对准了他。至于你，离婚的话，我可以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到，净身滚出去。不过，毕竟我们那么多年感情了，只要你能签好夫妻忠诚协议书，保证以后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，我们还可以继续过日子。陈正他妈跳起来说：“离？干嘛不离？离了你，还有无数比你条件好的女的想给我家阿正生儿子呢。”我听笑了，那也行啊，那咱直接走程序吧。不过你儿子出轨家暴，一分钱都别想得到。另外，除了王若涵将夫妻共同财产和陈正自愿赠与的部分还给我之外，陈正还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以及以前的医疗费。怎么样，离不离婚啊？你们自己选。我知道陈正这人性子道德败坏，但是胆小怕事。我给他看了家里摄像头的视频和我手上他的出轨证据后，他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怎么样？我把夫妻诚信协议书递给他，不离婚的话就签了协议书。我的律师在场，同时还有一份婚内财产协议被他一股脑签了。我的律师提醒他：“陈先生，夫妻忠诚协议和婚内财产协议是您本人阅读后认真签署的，对吧？”陈正不耐烦地点了点头：“对。”律师把文件递给我，我也顺利签完名。律师宣布约定生效，我心里笑笑。总算办完一件事，婚内财产协议分配不以任何条件为前提，只是明确划分了家里房子、车子和资产归谁。当然了，财产协议规定了都归我，陈正一分钱都没有。离婚后仍然会净身出户，于是我离婚的时间更自由了，财产也得到保障。后来陈正反应过来了这件事，气急败坏地来找我，我懒得理他。白纸黑字，上面有你的签名和手印。陈正说：“我当时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你一分钱都没给我？你是眼睛瞎了还是不认字？当时可给你时间阅读了，律师在场，有证明。叶明，你真的好狠心啊！”我气急反笑，一把抓过他衣领，拎着说道：“要狠心怎么比得过你？你忘了你当初怎么打我的？陈正，以前我对你好的时候，你有把我当人看吗？”他又控制不住想要打我，这次被我一脚踹出了门。法院判决下来后，王若涵总共还了我8万多，其中包括对我的精神损失赔偿。孩子没保住，陈正他妈就不怎么待见他了，反倒骂他是破坏人家家庭的小三，毁了他儿子的幸福。陈正也断了和他的联系，当着我的面把他的联系方式都拉黑删除了。但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婆婆本来赖在我家还不肯走，结果在浴室摔了一跤，后脑磕了一个大包，颅内出血，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好几天。虽然捡回来一条命，但要住院观察很久。陈正让我去医院陪护，我不去，谁的妈谁自己管。他说：“你这人有没有良心？她好歹是咱妈呀！”我不屑道：“给你多大脸了？我没和你离婚，不代表我认你妈。她这会怎么不叫王若涵来陪护了？还知道我是她儿媳妇？”陈正皱着眉道：“过去的事你能不能别再提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可没打算翻旧账，讲个笑话而已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去陪护也行，请个护工。他现在手头上没钱。”我说：“巧了，我手头上有钱，你写个借条就成，2分利友情价。”他气得用手指着我：“你他妈！”我说：“你什么你？
蝙蝠身上插鸡毛，你算什么鸟啊？陈正他妈有惊无险出了院，不敢再到我们家来，老老实实回自己家待着了。1年后，我还是离婚了。陈正却像是着了魔似的，还缠着我，上门一次挨打一次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了什么特殊情节。现在我的生活普通又充实，我找了一份工作，因为领导很看好我的能力，交给我不少项目。因为不用再操心家庭琐事，我能更好地把生活的重心转到自己身上。有空闲的时候，我会带妹妹出去旅游，她会用羡慕的语气说：“姐，离婚后你状态真好，我都不想结婚了。”我对她说：“大胆去爱，但别太相信。婚姻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及时清醒。”希望每一个女孩子都能直面自己婚姻里的不幸，然后为了自己奋起反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